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一位上海姑娘小林的经历。这个故事不仅涉及到两岸的生活差异，还有不少关于婚恋观念的思考，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小林是上海人，典型的新时代都市白领，在一家外企担任市场主管，每个月税后到手2万多。在上海这座一线城市也算是中上收入了。她姐姐小文5年前嫁给了台湾男生阿杰，定居在台北。这些年，因为工作忙和疫情的关系，小林一直没能去台湾看望姐姐。我姐嫁去台湾，说实话，当时家里人都有点担心呢。小林坐在我对面，喝了口奶茶，娓娓道来：“你懂的，丽姐，我们大陆这边经济发展太快了。”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台湾那边条件可能不如大陆，特别是大城市。我爸妈当初也是这么想的，害怕女儿嫁过去会吃苦。确实，这种观念在我接待的婚恋客户中很常见。很多大陆家长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早期小而美的阶段，总担心子女过去会降低生活品质，但实际情况往往出人意料哦。今年5月，小林终于有机会去台湾探亲。出发前，她心里其实也有不少疑问：台湾真的有传说中那么落后吗？姐姐嫁过去生活的怎么样？台湾男生的家庭条件和大陆这边比起来如何？我跟你说，丽姐，我抵达台北的第一天就被震惊了。小林睁大眼睛说道：“台北桃园机场比我想象的要现代化多了，一点都不比浦东机场差。姐夫开着他的特斯拉来接我。”我当时就懵了，心想，咦，姐夫不是在半导体公司当工程师吗？怎么开得起特斯拉？这就是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第一个误解啦。虽然台湾地区 GDP 总量因为面积关系当然比不上大陆，但人均 GDP 和生活品质在亚洲可是数一数二的。根据最新数据，台湾人均 GDP 约 3.2万美元，确实高于大陆许多地区哦。从机场到姐姐家的路上，我就一直在偷偷观察台北的样子。小林继续说，街道整洁有序，绿化做得特别好。虽然建筑可能没有上海那么多高楼大厦，但处处都能感受到精致和人文关怀。当小林到达姐姐家时，真正的震撼才刚刚开始。姐夫家住在台北信义区一栋公寓里。我原本以为可能就是普通住宅，结果一进门就吓到了。小林形容到150平的大户型，装修简约但很高级，客厅超大，还有一个宽敞的阳台，可以看到台北101的景色。我当时就想，这房子在上海得多少钱啊？答案是真的不便宜。信义区相当于台北的陆家嘴，是台北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，房价常年高企。姐夫阿杰告诉小林，这套房子是他30岁出头就买下的，当时花了约2000多万新台币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姐夫说他们家里没有房贷压力，因为当时买房时父母帮忙付了首付，剩下的贷款他们夫妻俩几年前就还清了。小林说这话时，眼睛瞪得老大。在大陆1线城市，年轻人买房基本上都要背负20-30年的房贷，能够这么快还清贷款的，实在是凤毛麟角。其实啊，这反映出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差异。台湾社会普遍认为，男方在结婚前应该有稳定的住所，最好是已经拥有自己的房子。父母通常会尽力帮助子女解决住房问题，这是成家立业的基础。而在大陆，虽然也有男方负责买房的传统观念，但随着房价飙升，这种压力已经变得极其沉重。很多年轻人不得不依靠双方父母共同出资，才能在大城市安家。姐姐告诉我，在台湾，男生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或者稳定的住所，是很难找到对象的。小林说，这点和我们上海倒是挺像的，但区别在于，台湾的房子相对于收入来说，似乎没有上海那么离谱。是的，虽然台北的房价也不低，但台湾整体的收入水平和福利保障，让年轻人的负担相对轻一些。在大陆，特别是1线城市，房价收入比常年居高不下，年轻人背负的房贷压力往往影响到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林跟着姐姐姐夫游览了台北，更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。姐夫的工作很稳定，虽然加班不少，但公司福利超好。姐姐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，收入也很不错。
小林告诉我，他们夫妻俩的月收入加起来约25万新台币，在台北属于中产阶级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做得特别好，这又是两岸婚恋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。台湾社会普遍更注重生活质量和工作平衡，即使是在职场中也更尊重个人的家庭时间。而大陆，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，加班文化盛行，工作压力往往会影响到家庭生活。我姐每天下班回家后，还有精力做饭、看书、运动，周末和姐夫一起去爬山或者参加社区活动。这种生活节奏在上海简直是奢侈品。小林感叹道，大多数上海白领，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市场人员，经常加班到晚上9、10点，回到家就只想躺着刷手机了，哪有精力搞什么高质量生活啊？最让我震惊的是他们的饮食习惯。小林继续向我分享他的台湾见闻。我一直以为上海人的生活品质已经很高了，但到了姐姐家才发现，人家的日常饮食简直是精致到了极点。原来，小林的姐姐和姐夫非常重视食材的品质。每周6早晨，他们都会去附近的农夫市场采购新鲜蔬果和海鲜。他们家的冰箱里常备有机蔬菜、进口水果、优质牛肉和各种海鲜。每天的晚餐都很用心，即使是平日的家常饭，也至少有4、5道菜。我姐夫告诉我，在台湾，食物安全和品质是非常重要的生活标准。小林说，他们愿意花更多钱买更好的食材，因为这关系到健康。而且，他们特别注重食物的产地和生产方式，几乎所有包装食品都会仔细看配料表。这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，在台湾的婚恋市场上也有所体现。根据我多年的红娘经验，台湾男性在择偶时普遍看重对方是否有相似的生活理念，而不仅仅是外表或者家庭背景。他们希望另一半能够一起构建高品质的生活，这包括健康的饮食习惯、规律的运动和丰富的精神世界。姐夫家的客厅里有一整面墙的书架，装满了各种书籍。小林惊叹道，不光有专业书，还有文学、历史、艺术方面的书。他们真的会在闲暇时间阅读，而不是像我们大陆年轻人那样，下班后就抱着手机刷短视频。是啊，这也是两岸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个明显差异。台湾社会整体节奏相对缓慢，人们更愿意花时间在自我提升和精神享受上，而大陆，特别是1线城市的年轻人，往往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，很难静下心来享受阅读或者其他慢生活。有一天晚上，姐姐和姐夫邀请了几对朋友来家里聚餐。小林回忆道，那些朋友都是台湾本地人，有做医生的，有开设计公司的，还有一对是大学老师。聚会的氛围特别轻松愉快，大家谈论的话题也很广泛，从最新的电影到政治议题，再到育儿经验，完全不是我们上海朋友聚会时那种比拼工作、比拼收入、比拼孩子学区房的氛围。这次聚会让小林看到了台湾社交圈的另一面。在台湾，人们社交往往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交流和情感连接，而不仅仅是物质攀比。这也反映在婚恋观念上，台湾年轻人择偶时更看重三观是否一致，能否成为彼此的精神伴侣。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小林若有所思地说，那几对夫妻之间的互动方式特别平等，女方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，男方会认真倾听并给予回应，没有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明显分工，感觉更像是生活伙伴关系。没错，这正是台湾婚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。台湾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，男女平等意识比较强，在家庭中，夫妻往往是平等的伙伴关系，共同分担家务和育儿责任。而在大陆，虽然近年来也在进步，但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依然根深蒂固，特别是在一些家庭中，仍然期望女性在结婚后承担更多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。后来姐姐单独跟我聊天时提到，她很欣赏台湾男生普遍比较顾家，会主动分担家务。小林笑着说，姐夫每天下班回家后会主动洗碗、收拾厨房，周末还会做1、2顿饭，这在我认识的上海男生中可不多见啊。大多数上海男生结婚后，家务活还是主要靠女方或者保姆来完成，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在我多年的红娘经验中，确实发现台湾男生更懂得体贴女生，也更愿意承担家庭责任。
这可能与台湾的教育方式有关，从小就培养男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责任感。而在大陆，虽然年轻一代的观念在改变，但妈宝男现象仍然存在，很多男生从小被家人过度照顾，缺乏基本的生活技能。住在姐姐家的这几天，我还注意到他们对生活环境特别讲究。小林继续分享，家里总是保持整洁，空气清新，他们用的家居用品都很考究，虽然不是特别奢侈的品牌，但每一件都选得很精心，注重实用性和美观。卫生间的洗护用品也都是天然成分的，环保又健康，这也是台湾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。台湾人普遍比较注重居住环境的品质，即使是普通家庭也会在家居布置上花心思，他们讲究适合自己而不是跟风潮流，这种生活态度也影响着他们的消费习惯。有一天，姐姐带我去了她平时购物的百货公司。小林说，虽然没有上海的商场那么大那么豪华，但里面的品牌和商品质量都很高。我发现台湾人购物很理性，不会盲目追求奢侈品牌，而是更注重商品的实用性和品质。姐姐说，她和姐夫虽然收入不错，但从不乱花钱，他们更愿意把钱用在提升生活品质和旅行体验上。这种消费观念的差异也体现在两岸年轻人的婚恋观上。在大陆，特别是一线城市，物质条件往往是择偶的重要标准，有车有房成为很多女生的基本要求。而在台湾，虽然经济基础也很重要，但人们似乎更看重对方的人品、三观和生活态度。我在台北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小林若有所思地说，那里的年轻人似乎不太着急结婚，很多人30多岁还单身，但他们并不焦虑。姐姐的一个朋友今年35岁，事业有成，生活丰富多彩，虽然单身，但一点也不显得可怜或者急迫。确实如此，台湾的婚恋观念比较开放，不会给年轻人太大的结婚压力。他们认为婚姻是水到渠成的事情，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人，而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。相比之下，大陆的催婚文化就强烈得多，尤其是对女生，一到适婚年龄就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。最让我羡慕的是，姐姐和姐夫虽然结婚5年了，但二人世界的感觉依然很浓。小林感叹道，他们会定期约会，一起去看展览、听音乐会，周末还会一起骑行或者去温泉度假。这种生活方式在大陆的已婚情侣中太少见了。我身边很多朋友结婚后，生活就完全被工作和育儿占据，夫妻关系逐渐变得平淡甚至疏远，这也是台湾婚姻文化的一个特点。台湾人很重视经营夫妻关系，即使结婚多年，也会刻意维持浪漫和亲密。他们认为，婚姻不应该是爱情的终点，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这种理念在大陆也开始被年轻一代接受，但受传统观念影响，很多人还是把婚姻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，而非彼此成长和幸福的源泉。姐姐说，她最初嫁到台湾时也有很多不适应。小林回忆道，比如台湾人说话很委婉，不喜欢直来直去，社交场合有很多潜规则需要学习，对长辈的尊重方式也和大陆有所不同。但她说，正是这些文化差异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她和姐夫会互相学习对方的文化精髓，取长补短。在台湾的最后几天，小林又有了更多惊人的发现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，我姐夫家里居然有2辆车。小林说到这里时，眼睛瞪得溜圆，一辆是日常通勤用的特斯拉，另一辆是周末出游用的丰田越野车。在上海，别说2辆车了，就算1辆车都要摇好几年号才能买到，车牌比车还贵。确实，对于大陆1线城市的年轻人来说，拥有私家车已经是一种奢侈，更别说2辆了。这背后反映的是两岸在城市规划和资源分配上的差异。台湾虽然人口密度高，但对私家车的限制没有大陆1线城市那么严格，加上良好的道路规划，使得开车出行成为可能。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旅行频率。小林继续说道，姐姐家的冰箱上贴满了各地的旅行磁贴，夫妻关系逐渐变得平淡甚至疏远，这也是台湾婚姻文化的一个特点。台湾人很重视经营夫妻关系，即使结婚多年，也会刻意维持浪漫和亲密。他们认为，婚姻不应该是爱情的终点，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
这种理念在大陆也开始被年轻一代接受，但受传统观念影响，很多人还是把婚姻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，而非彼此成长和幸福的源泉。姐姐说，她最初嫁到台湾时也有很多不适应。小林回忆道，比如台湾人说话很委婉，不喜欢直来直去，社交场合有很多潜规则需要学习，对长辈的尊重方式也和大陆有所不同。但她说，正是这些文化差异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她和姐夫会互相学习对方的文化精髓，取长补短。在台湾的最后几天，小林又有了更多惊人的发现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，我姐夫家里居然有2辆车。小林说到这里时，眼睛瞪得溜圆，一辆是日常通勤用的特斯拉，另一辆是周末出游用的丰田越野车。在上海，别说2辆车了，就算1辆车都要摇好几年号才能买到，车牌比车还贵。确实，对于大陆1线城市的年轻人来说，拥有私家车已经是一种奢侈，更别说2辆了。这背后反映的是两岸在城市规划和资源分配上的差异。台湾虽然人口密度高，但对私家车的限制没有大陆1线城市那么严格，加上良好的道路规划，使得开车出行成为可能。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旅行频率。小林继续说道，姐姐家的冰箱上贴满了各地的旅行磁贴，从日本、韩国、欧洲到东南亚，几乎每个季度都会出国旅行1次。疫情前，他们平均1年出国3到4次。姐夫说，这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，宁可省下其他开支，也要保证旅行的预算。这种宁可花钱买体验，也不盲目攀比物质的生活理念，在台湾相当普遍。我接触过的台湾客户中，很多人都把旅行视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认为，见多识广不仅能开阔眼界，还能让人生更加充实。这种注重精神富足的态度，也影响着他们的婚恋观。姐姐告诉我，她当初选择姐夫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相似。小林若有所思地说，姐夫虽然不是富二代，但他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和规划，懂得平衡工作和生活，这比单纯的物质条件更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告诉大陆的姑娘们，在选择伴侣时，不要只盯着对方的房子和车子看，真正能够带来幸福的是2个人对生活的共同期待和相处模式，而不是冰冷的物质条件。当然，基本的经济基础是必要的，但那不应该是唯一的标准。在台湾的最后一天，姐夫还带我去了他们公司。小林说，那是一家半导体设备公司，环境特别好，办公室宽敞明亮，员工休息区设施齐全，还有免费的下午茶。最让我羡慕的是他们的工作节奏，下班时间一到，大多数人就收拾东西走人了，没有那种变相强制加班的文化。台湾的职场文化确实比大陆更尊重个人时间和空间。这种健康的工作环境，让人们有更多精力去经营自己的情感世界和家庭生活。相比之下，大陆城市的996工作制，无疑给年轻人的婚恋和家庭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。姐夫的同事中有不少是大陆嫁过去的姑娘。小林说，我和其中几位聊了聊，他们普遍反映在台湾的生活压力比大陆小。虽然收入可能不如1线城市高，但生活品质更好。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姐姐告诉我，她最初也担心台湾的物质条件不如大陆，结果发现完全是自己想多了。这种认知偏差在两岸交流中很常见，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，认为台湾经济发展缓慢。实际上，台湾在很多领域都保持着高水准，特别是在科技、医疗和服务业等方面。临别前，姐姐和姐夫送了我一份特别的礼物。小林眼中泛起光芒，是一套台湾本土设计师的手工陶瓷餐具，简约却很有质感。姐夫说，这代表了他们的生活态度，简单而精致，注重品质而非浮华。这份礼物背后的理念，恰恰体现了台湾人的生活美学。他们追求的不是表面的光鲜亮丽，而是内在的品质和持久的价值。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婚恋观念。他们更看重感情的质量和持久性，而非短暂的激情或者外在的光环。回到上海后，小林的世界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这次台湾之行彻底颠覆了我对台湾的认知。他感慨道，我原本以为台湾经济落后，生活水平不如大陆，
结果发现人家的生活品质比我们高多了，特别是在精神层面，他们似乎找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，不像我们这些大陆年轻人，总是被无形的压力推着往前跑，却从未停下来问问自己，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听了小林的分享，我不禁陷入沉思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因为生活压力而导致婚姻不幸的案例。在大陆，特别是一线城市，年轻人面临着高房价、高物价、高压工作的三高困境。很多人把结婚视为一种经济合作，而忽略了婚姻的情感本质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？回来后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裕？小林望着窗外说道，是拥有豪宅名车，还是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灵？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，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的自由？在台湾这10天，我看到的是另一种富足，生活节奏舒适，人际关系温暖，精神世界丰富。这种富足可能比物质上的富有更难得。说得太对了，真正的富裕不仅是物质层面的，还包括精神层面的满足和生活品质的提升。在我多年的婚恋服务中，我发现最幸福的夫妻往往不是最富有的，而是那些能够共同成长、互相理解、一起面对生活挑战的伴侣。这次旅行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择偶标准。小林笑着说，以前我总是把有房有车放在第一位，现在我更看重对方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，一个懂得平衡工作和生活，愿意和我一起构建美好生活的人，比一个只会拼命赚钱却没时间陪伴的成功人士更有吸引力。这种认知的转变，正是我希望看到的。婚姻不是简单的物质结合，而是2个人共同构建生活的长期合作。选择伴侣时，除了基本的经济条件，更应该看重三观是否一致，是否能够互相理解和支持，是否有共同的生活期待。我姐姐当初嫁到台湾时，很多亲友都不理解，觉得她嫁入了一个不如大陆发达的地方。小林说，但现在看来，她的选择是多么明智啊！她不仅获得了物质上的安定，更获得了精神上的富足和生活品质的提升，这才是真正的嫁得好吧？是的，嫁得好的标准不应该只看物质条件，更应该看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。台湾和大陆在婚恋文化上有很多差异，但共同点是人们都在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。了解这些差异，可以帮助我们拓宽视野，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幸福方式。回来后，我把在台湾的见闻分享给了身边的朋友。小林说，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惊讶，我们被大陆的高速发展蒙蔽了双眼，以为 GDP 增长就等于生活质量提升，却忽略了真正的富裕包含物质和精神2个层面。台湾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不及大陆，但在生活品质和人文关怀上，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，两岸各有所长，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。大陆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，创造了无数机会。台湾则在生活美学和人文关怀上积累了丰富经验，2种模式各有特色，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。这次台湾之行最大的收获是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小林总结道，我决定做些改变，不再盲目加班，给自己留出更多时间去阅读、运动和社交，也不再盲目追求物质条件，而是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充实和生活品质的提升。毕竟人生短暂，与其疲于奔命追求表面的成功，不如活出真正的自我，寻找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各位听众，你们对台湾和大陆的婚恋文化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历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！